很多老移民啊，现在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慨，就是现在的加拿大跟刚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刚来时的加拿大呢，到处都充满清息，处处都能感受到温暖和爱意。但是现在的加拿大怎么样呢？社会问题一大堆啊，到处都是不公，而且各种微信啊、自媒体啊，每天都充斥着耸人听闻的一些负面报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加拿大在不断的堕落啊，这个社会一天不如一天。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我看来啊，加拿大这个国家呢，其实并非在最近几年甚至十几年当中开始滑坡，进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这种感受产生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呀，我们开始对这个国家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而且呢，随着了解的深入，也就能够发现更多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啊，这个世界就在那里，从未改变，改变的呢，只能是我们的认知。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啊，加拿大被抱怨最多的就是以下这些话题，比如说呢，房价贵、工作难找、受到歧视等等。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是说实话呀，这些并非是加拿大特有的问题，更谈不上一些社会弊端。举例来说，比如说房价贵，加拿大的房价是不便宜，但就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啊，高房价只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这样少数几个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呢，一栋独立屋三四十万加元，公寓呢二三十万加元，真的是比比皆是。而您要说多伦多、温哥华房价高，确实啊，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这两个城市呢，一个8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的公寓也要100万加元左右了，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就是500多万。当然了，这不是一笔小钱，但是您要跟北京、上海啊、香港、台北、东京、首尔，甚至什么巴黎啊、伦敦啊、纽约啊、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比，是不是就便宜很多了？6万块钱人民币1平米的单价，这个价格放在北京、上海，我相信别说是市中心最好的位置，就是五环或者外环都很难买到吧？那么有的人又会说了，你别光比公寓，是不是？要比就比一比独立屋，多伦多和温哥华的独立屋不就是更贵吗？的确啊，这两个城市差不多的独立屋的价格都要1000万人民币起。但是呢，您再比比北京、上海，一个300-400平米使用面积的一个独栋别墅要多少钱？更多的对比我就不说了。加拿大的房价呢，一定不是最便宜的，但这也是市场供需所决定的。移民呢，加上留学生，每年至少100多万人涌入这个国家，人口增长呢，在西方所有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您说房价能便宜吗？低房价、低消费、高福利、高就业率，还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这样的地方啊，我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再来说就业难，说加拿大就业难的呢，大多数是刚毕业的留学生或者是中年的新移民。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这个地球上哪个国家对于这两个群体找工作容易？我们换位思考，就拿国内的就业市场来说，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一个年满40啊，刚刚失业的中年人，找工作容易吗？这里我并不是给加拿大开脱，加拿大的经济活力跟美国是没法比的，而且呢，是作为留学生和新移民想在一个新的社会立足，可谓是难上加难。因为什么呀？在没有足够的本地经验和英语能力的情况下呢，找工作自然是比本地人是更难的，毋庸置疑。但就业这个事儿啊，还真的是因人而异。我也见过太多的人在加拿大快速的找到工作，而且做的还不错。说白了呢，还是要看专业和能力。而且呢，加拿大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华人社区强大。您就是英语再差呀，只要是有一技之长，都能够在华人公司工作。另外呢，加拿大也是一个典型的服务型社会，存在大量的自雇职业。如果我们能学一个一技之长呢，不用靠任何人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这对我们新移民来说呀，我觉得是更好的出路。所以找工作难这件事儿啊，并不是加拿大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我们再来说说歧视。我可以说句不负责任的话啊，歧视是人类的本性，在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加拿大社会一样有歧视，
但是呢，通常不会是因为种族、性别、地域、贫富、年龄所引发的歧视。更大的可能呢，歧视是因为文化的冲突和生活习惯不同所导致。就像拿我这个个人举例哈，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也是跟白人房东起过冲突。当时呢，就一股脑的把这种冲突呢全部归咎为种族歧视。其实现在想想呢，根本就不至于，完全就是因为沟通不畅或者文化冲突所引发的争端。种族歧视这种事啊，在加拿大只是限于两口子的床头私语，私底下谁还没小声八卦过别的种族呢？但是在加拿大的社会大环境上啊，种族歧视还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啊，您要说加拿大的种族问题处理的不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自己好了。以上呢，是我简单的驳斥了几个最常见的大家吐槽的加拿大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啊，这更多的属于一种理解的偏差，不能称之为问题。那么在我眼中，加拿大究竟有没有大的社会问题呢？一定是有的。我今天呢，就来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我眼中的加拿大的问题所在。还是那句话啊，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不一定呢就是事实，更不能代表您的观点。看完呢，就全当是一个参考吧。好，首先我们说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加拿大的经济缺乏活力，更加缺少大型企业。这个问题呢，在我眼中是加拿大社会的最大的问题，没有之一啊。你要说加拿大的经济是不好吗？也并非如此。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啊，大概是2.1万美元左右，一直呢在世界上排第8、第9、第10位左右啊。人均 GDP 呢是5.4万美元左右，全球排名前20。当然了，在人均 GDP 上呢，有很多欧洲的小国反而更高，但是加拿大的人均 GDP 呢，绝对是高过英法德意日韩这类传统意义的发达国家。总之呢，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加拿大的经济不只是不差，而且呢，可以说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但我为什么说加拿大的经济严重缺乏活力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缺少能够起到引领经济作用的大型企业。曾几何时啊，一提起加拿大，大家一下子就能想起很多有名的品牌，比如说北电啊、黑莓、ATI、庞巴迪、育碧游戏等等等等。但如今啊，这些耳熟能详的品牌几乎已经全部陨落了。这个北电、黑莓相继破产，ATI 被收购啊，庞巴迪被迫卖掉所有的支线飞机业务，目前呢只剩下一些小型公务机业务。就连世界上最出名的文化品牌，也是加拿大的文化骄傲太阳马戏团，也一直在破产的边缘苦苦挣扎。那么现在加拿大在世界上能叫得出名字的品牌啊，恐怕就只剩下什么呢？服装和运动品牌了。比如说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加拿大鹅、始祖鸟、Lululemon 啊，另外在各个运动品类上也不乏知名的加拿大品牌，比如一些自行车呀、滑雪呀、水上运动啊这些器材等等啊，都有很多的知名的加拿大品牌。但是呢，无论如何，服装、运动这些生活品牌啊，再知名，那么对比那些传统的世界500强的，比如说科技、能源、制造公司来说，它的规模、影响力和对经济的贡献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您可能会说了，一个社会即使没有世界顶级的这些大企业啊，就靠很多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也能活得不错呀。的确是这样，大企业并非是经济发展的唯一良药，但是呢，也不可否认，人类发展到今天最重要的科技进步啊，技术迭代，再加上管理创新，几乎呢全都是由大企业所引领的。比如说，我们看从这种，比如说 GE 的通用电气啊，波音、IBM、Intel 啊，微软、特斯拉、苹果、三星，再到我们更加熟悉的台积电、富士康、大疆、阿里、腾讯等等。往往人类时代的进步呢，某种程度上就是靠这些大公司在带动着往前发展。那么您要问加拿大为什么缺乏大型企业和全球品牌呢？说起来啊，也挺令人无奈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国内的市场太小啊。加拿大全国只有4000万的人口，
而且呢，还是分布在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国土面积上。这就导致了什么问题呢？生产、物流、营销、管理的成本都要远远高于那些这个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国家，比如说美国、中国、日本或者一些传统的西方强国。那么企业如果单纯依靠加拿大这样比较小的国内市场呢，是很难发展壮大的。第二个直接原因啊，就是受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的一个冲击。在美国这样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呢，加拿大的企业几乎是没有招架之力的。加拿大的企业啊，只要稍有壮大，不是面对被美国竞争对手的无情打击，比如说像庞巴迪那样的，那么或者的另外一条出路呢，就是被收购，比如说像北电啊，或者是 ATI，几乎呢就是这两条出路。那么这也导致了加拿大的国民经济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依赖。我可以这么说哈，目前除了少数的国有产业，加拿大绝大多数的民营经济现在事实上已经被美国企业所控制，上到矿业、能源、电力，下到制造业、零售业、娱乐业，放眼望去啊，加拿大到处都遍布着美国企业的身影，就连温哥华最知名的滑雪场惠斯勒都是美国人经营的。那么这点在军事上表现的就更加明显了。二战后啊，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是全世界第4大军事强国啊，曾经拥有过3艘航母。那么在航空领域呢，加拿大在上世纪50年代就可以独立研发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但是今天怎么样呢？整个加拿大的军队只剩下6万军人啊，军事武器呢全部依赖美国的进口。可以这么说，加拿大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军事工业，在防卫上呢全部依赖美国。当然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呢，在美国的庇护下，加拿大也没有必要去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但是呢，就从军事工业这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类比到整个加拿大的国民经济。比如说生物制药啊，没有必要自己搞了；那么机械工业没有必要自己搞啊，航天工业没有必要自己搞，汽车工业自己搞也搞不起来。你像美国、欧洲、亚洲的产品又便宜又好，根本竞争不过，又何必自己发展呢？所以逐渐的呀，加拿大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业、商业和科技领域，逐渐都被以美国为首的外国企业所占据。当然了，与美国所绑定的也并非都是坏事。比如说加拿大的国家安全、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发展等等啊，这些因素几乎都与美国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呢，加拿大慢慢的正在事实上的沦为美国的一个附属国，经济上的依赖性呢越来越强。这其中呢，当然了，最大的坏处就是没有好的本土企业。而本土的就业者的工资水平和上升空间也比在美国少了太多太多啊。IT 领域是最明显的，同样的程序开发员的工作，加拿大和美国的工资相差了至少1倍。没办法呀，谁让加拿大没有大型的科技公司呢？有的呢，只是本土的技术外包型啊，或者是创新公司。再或者呢，就是美国或者欧洲公司在加拿大设立的2、3线的研发中心。没有大企业，自然也就没法留住高端人才。加拿大的人才流失啊，也是较为严重的。这同样得归功于美加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和加拿大的公民呢，只要得到双方国家的一纸工作 offer， 就可以非常轻松地获得一纸工作签证。那么根据美国统计局2019年的数字啊，有310万的加拿大人长期生活在美国，也就是接近1/10的加拿大人口啊，在美国发展。这其中呢，我相信啊，绝大多数都是奔着美国的就业和学术环境去的，就是因为在美国有大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的可能和上升的空间。有闯劲儿、有抱负的年轻人自然是向往去美国发展。同样的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美国的机会就比加拿大多了太多了。当然啊，要说加拿大的经济缺乏活力，也不能完全的赖到美国人头上。加拿大自己的问题也很多，资本市场不给力，人才储备跟不上，管理能力更是不行。更加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加拿大的人呢，缺乏斗志和狼性。这里呢，我绝不是说加拿大人懒，
我接触到的加拿大人呢，几乎是没有一个懒惰的。您就说一对父母要带大几个孩子装修、盖房、修车全都自己来，再加上各种各样的体育爱好，您说能轻松吗？尤其是加拿大的妇女一个比一个彪悍，重体力劳动丝毫都不亚于男性。在运动场上加拿大人就更厉害了。任何一项运动，加拿大人都玩得极好，而且都玩出了花样。这也是加拿大能够诞生这么多运动类品牌和这个服装品牌的一个原因。所以加拿大人既不宅也不懒，但是呢，就是对钱没有太大的欲望。加拿大是一个典型的佛系社会，这里的人们呢，更看重的是生活质量、家庭生活和兴趣爱好。冬天的时候各个滑雪场都人满为患，很多人是宁可不要薪水，也要请1个礼拜的假去滑雪。夏天呢，各个海滩、海边湖边以及各种各样的运动场上都是人头鼎沸。这个甚至在大山里的景点这个露营点都需要提前几个月去定位，真的是太爱玩了。但是在另外一边的工作场景怎么样呢？一到下班时间，没有人会多待1分钟。加拿大人呢，最重视的是职场人权的地方，也没有老板敢让员工来加班。加班呢，你就要付双倍甚至几倍的工资。那么工作上呢，大多数的人的这个员工的态度也都是得过且过混日子，因为努力也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而且如果你赚得高了，收入高了，那么你的这个所得税也是直线上升的。薪水高低其实最后拿到手的也都差不了太多，也就什么呢？没有必要拼命了。而加拿大呢，又是一个高福利的社会，教育、医疗基本全部免费，养老呢也不用太过发愁，没啥后顾之忧只要咱们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一份能过上舒服小日子的薪水，剩下的什么呢？就是享受生活了。而在加拿大，大多数的上的这种生活的享受是花不了什么钱的，比如我刚才说的享受自然和体育运动。当然了，加拿大人这种佛系的性格的养成呢，也是众多历史、地理和人文因素所造就的。那么在地理上呢，加拿大坐拥北美大陆的一半3面环海，只有陆上一个邻国就是美国。地缘政治上呢，没有任何的危机感。而历史上呢，加拿大的本土也只有在这个200年前受过美国的一个侵略。但在此之后呢，加拿大国土再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甚至连内战都没有。此外呢，除了参加过1战、2战等重要的战争，加拿大也从未跟任何国家树敌，也没有敌人。另外呢，在政治上，联邦各个省份的统一呢，也是顺理成章、波澜不惊，这点跟美国也不太一样。虽然呢，加拿大的各个省份之间也是有一些小的摩擦，尤其是魁北克省一直是闹着要独立。但是呢，即使是魁北克省这种情况，对比英国、西班牙，比如还有这个中东欧等很多国家的内部矛盾，加拿大的这点事儿真的是不值一提所以说呢，加拿大国内一直是太平发展的。而经济上呢，虽然加拿大缺乏活力，也没有什么亮眼的数据，但是呢，10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资源，养活4000万人口，我相信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单纯就靠农林渔矿业、石油，再加上给美国的代加工，基本上就能维持不错的出口。再加上本国的一些第3产业比较发达，基本上可以说加拿大就是一个老天赏饭的地方，不用太努力也能过得不错。所以加拿大人对钱真的是没什么欲望，缺乏斗志。我们也不能说这种社会心态完全是负面的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高，幸福程度高，这不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吗？但是呢，如果要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种佛系的加拿大人呢，就是少了美国人那种斗志，一股狠劲儿少了美国梦那种宏大的目标，更加少了什么呢？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商业英雄所以他的这个经济活力自然是比不上美国、日本、中国这样主流的几大经济体。好，下面我们进入到加拿大第3个重大的问题，也就是区域发展失衡。如果说前2个问题还有待商榷的话那么区域发展失衡一定是加拿大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而且呢，这个问题是得到了加拿大上上下下一致的认可，也一直努力试图在改变。到底什么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呢？我们这个先不说加拿大哈，我们可以用国内的情况举例，大家可能就明白了。那么现在的中国经济呢，公认是南强北弱，南方及沿海地区的 GDP 呢，占据全国的2/3以上，而北方的，比如说东北、西北，则是公认的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我就是一个东北孩子，在东北长大，所以我最了解东北的情况。那么，即使是比如说像华北这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那么除了北京之外，其实呢也很少有城市能够排名到全国经济排名的前列。所以说啊，我们说国内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呢，每一个人都会深有感触。但是呢，我想说什么呢？加拿大的区域失衡比起中国来，可是严重了太多太多了。这么说吧，加拿大总共有13个省和地区，但是呢，只有4个省份是发达地区，也就是说，安大略省、魁北克省、BC 省跟阿尔伯塔省。那么剩下的9个省份和地区呢，全部都是需要援助的欠发达地区。我们有一组数字呢，最能直观的体现，在加拿大全国4000万左右的人口当中啊，安大略省就占了1580万，魁北克省是894万，BC 省是558万，阿尔伯塔省475万。单单就这4个省份的人口呢，就达到了3507万啊，占比达到了87%。也就是说，剩下的9个省和地区，所有的人口加在一块儿就400万左右，还不及多伦多一个城市的一半。那么经济数据我们就更不用看了，差距是更大的。那么在加拿大呢，其实人口就代表了一切，没有人呢，一切文明都无从谈起。我们再说这4个的人口大省，也就是经济强省啊，在这4个省中呢，魁北克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那么魁北克省的语言、种族、文化，甚至很多法律都是相对特殊的。而由于魁省呢，一直都是以加拿大国家整体呢有着一定程度的疏离，所以联邦啊为了照顾魁省，联邦从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一直对魁省有所倾斜。所以呢，魁省对加拿大整个国家的贡献啊，其实是远远不如其他3个省的，并且不但是贡献很少，联邦每年呢还要投入大量的转移支付到魁省，等于这个魁省也是一个需要倒贴的省份。所以简单来说啊，加拿大整个国家就是靠着安省、BC 省和阿省3个省的财政收入，在补贴其他的10个省份。我总说啊，一个国家的真正发达与否，不光是看它光鲜这个亮丽的大城市，更是要看什么呢？是不是有隐秘的角落？要看小地方，要看农村。这点上呢，就最能体现出美国的强大。美国的发展呢，就相对比较均衡啊。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虽然有这个加州啊、德州啊、纽约州这样比较经济发达的地区，但是呢，你也很难找到太差的地方。哪怕是我们记不住名字的很多州哈，就没有一点存在感的州，它的基础设施啊、公共建设啊，一样的非常的完善和发达，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呢，在美国几乎是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经济强项。而反观加拿大呢，虽然受到平均化的照顾，人民的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基本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地方经济上啊，就整体差了太多了。3个偏远地区啊，我们基本就不谈了，因为都是无人区。在我们单说大西洋沿岸的4个省份，也就是说，俗称的大西洋4省，再加上草原3省当中的萨省跟曼省，这6个省份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地区。那么在这6个省份当中呢，除了农业跟渔业，几乎啊，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像样的产业。那么在这6个省份当中的绝大部分的公共事业、基础建设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福利的这个投入呢，全是要靠联邦拨款。而从移民选拔的角度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6个省份也是要求相对比较低的地方。
道理很简单，它需要人呐。这几个省份的出生率都非常低，老龄化又高，再加上年轻人又都去大城市去发展了，所以它的社会负担极重。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人口呢，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国家呢，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人，一切都是空谈。所以这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呢，更加渴求移民，以更低的条件来吸引移民定居。联邦移民局呢，也对这些省份有一些政策的倾斜，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偏远地区小镇移民项目，就属于这种向这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吸引移民的这个联邦项目。但是这些移民这个举措或者是移民项目效果怎么样呢？我可以这么说哈，绝大多数的移民在到了当地之后啊，拿到了，尤其是在拿到了身份之后，全部都离开了，几乎全部都离开了。理由呢也显而易见，大城市的生活更加便利，找工作机会更多，孩子的教育资源更发达，又有什么理由不离开呢？所以啊，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加拿大。13%的人口欠发达地区却消耗了超过50%的联邦财政。这个呢，一方面导致国家层面很多的预算都捉襟见肘，更重要的是啊，也引发了发达地区的不满。比如呢，最近阿尔伯达省就在讨论退出联邦养老计划。从阿省的角度非常好理解，我们省的贡献的这个养老投入大部分都去支援了其他省份了。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搞啊，实行自己省的养老计划，那么本省居民获得的养老金就要比联邦的整体养老金高上不少，干嘛不自己弄呢？干嘛一直要给别人倒贴呢？那么这个问题往深里说啊，就涉及到加拿大整体的社会体制的问题了。这个社会极其重视平均化啊，对富人征重税啊，用来补贴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这个道理呢，和发达地区补贴欠发达地区是一样的，总会有人受益，有人不满。平均化会带来社会整体幸福感的提升，减低贫困啊，减低犯罪率等等一系列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同时啊，你能说这就是公平的吗？所以啊，这真的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加拿大的区域失衡呢，恐怕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在我看来啊，短期内是无解的，因为说白了呢，它就是一个人口流向的问题。光靠行政手段和局部的经济刺激，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均衡调配人口。说到底呢，这也是跟国家的这个发展程度相关的。不管是美国、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呢，都经历过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阶段，尤其是在人口总数不足的情况下，其实啊没有办法去调控的。所以呢，加拿大的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目标就是人口能够达到1个亿。只要人口上去了，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必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大城市及人口稠密地区饱和，竞争白热化，生活成本飙升，那么自然会有人要去开发新的土地，建设新的理想家园。好了，说完了前3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进入到加拿大面临的第4个问题，也就是缺乏国家竞争力。那么在我的观察当中呢，这可能也是加拿大长期发展上要面对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众多的物种中啊脱颖而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共同相信一些虚拟的事物。这个虚拟的事物是什么呢？它是相对于实体事物而言的，就是本不存在于我们这个物理世界当中的东西，是由人的思维共同创造出来的产物。比如说什么呢？宗教、婚姻、种族、道德、法律，甚至是国家啊，这样的概念呢，都是所谓的虚拟的概念。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所有人都一致认可的虚拟概念的产生呢，才能够让人们能够集合起来，形成一个集体，本着一个信念，怀揣共同的梦想，进而产生集体协作啊，从而呢，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和战斗力。那么逐渐就发展出了现代的人类文明。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啊，国家也是一种典型的虚拟事物。从历史上来看呢，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也都是从最早的
共同地域、共同宗教啊、共同种族发展而来的。基本上我相信啊，99%的国家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国家的发展史中，有4个非常异类的国家，什么呢？也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4个呢，都是近代时期啊，在一片新的土地上，主要是由外来移民而建立的国家，也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说的真正的新兴移民国家。虽然呢，这4个国家都是由移民组成的，但是情况呢也有些许差别。比如说美国啊，就比较特殊。虽然呢，美国也是多种族融合的，但是到现在呢，它还是以 WASP， 也就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啊这个新教徒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国家，也就是说简称 WASP。再加上美国呢，又是靠自己的抗争啊，这个美国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发生了无数次战争，那么才逐渐的实现了它今天的国家的独立，又是靠一次次的战争扩大国土，并且逐渐统治了世界的经济。那么种种的因素导致美国是一个拥有相对统一价值观的国家。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呢？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就是美国梦。美国梦说白了就是美国人共同的一个理想啊。一般来说呢，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权利、自由、机会和平等。那么其中呢，自由又包括繁荣和成功的机会，以及向上的一个流动性。美国人普遍相信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创意、决心啊，一定能够这个迈向富裕，能够迈向成功，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别人的一个援助。所以啊，美国人的个性也是非常鲜明的，自信、勇武、好斗、富有野心。在我看来呢，也恰恰是这种统一的价值观和国民个性，造就了今天的美国。我们再反过来看看加拿大，这个国家呢，从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不管是摆脱英国的统治，还是国内统一形成联邦，都不是通过激烈的抗争，而是顺势而为，随波逐流，相对呢比较被动，但是呢又极其顺利的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呢，这也逐渐的形成了今天加拿大人的个性。往好了说是温和、谦逊、佛系；往不好了说呢，就是没有个性。用饮食啊，我觉得是最能够这个展现美国和加拿大这2个国家个性的一个差别。我们都知道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美食。那么亚洲、欧洲、南美洲没有例外，这点我们不多说哈。我们单说是美国和加拿大，即使是在美国啊，这个我相信是这个美食比较缺乏的地方，也诞生了什么呢？你比如说美式烤肉、美式快餐、美式披萨、美式咖啡啊，都是美式的。那么你要问加拿大有什么特殊的美食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样都没有。哪怕是加拿大人非常自豪的叫 poutine， 是一种源于法国的这种薯条再加肉汁奶酪，它最多算个小吃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您知道加拿大有什么呢？加拿大有除了原产地之外最地道的中餐、日餐、韩餐、印度餐、越南餐、希腊餐、阿拉伯餐这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美食呢，都能够在加拿大生根开花。这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您想过为了什么吗？是因为啊，正是因为加拿大没有属于自己的这种强烈民族风格的事物，所以才对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呢，相对来说比较包容。而这些美食在加拿大呢，也没有经过本地化的改良，保持了它的原汁原味的特点。另外还有一点啊，加拿大是一个种族和文化极其多元的社会。尤其是最近20年的移民潮呢，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大量的新移民。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大城市啊，一代移民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移民呢，是加拿大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础。这个社会呢，也从移民身上获益无数，这点呢毋庸置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全世界各地移民的涌入呢，对加拿大的本土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或许我们用冲淡这个词更加贴切一些哈，把加拿大的文化冲淡了。其实呢，加拿大本来就没有一个什么统一的一个国家愿景和一个国民个性，那么再加上这种多种族啊、多语言、多文化的这种汇集，
说好了它是多元文化，那么说难听点就叫纷繁复杂。这里啊，我完全不是在批评加拿大。第一呢，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你说缺人嘛，就要引入移民啊。那么所有移民进来之后呢，你很难短时间之内让大家所有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啊、意识形态啊，甚至生活方式都保持一致。那么干脆就鼓励多元啊，大家各过各的，相安无事就好。第二呢，这对于我们这样的移民来说，绝对是好事，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融入。任何一个人来到加拿大都可以变成加拿大人，这就远远好过移民欧洲、亚洲这种单一民族的国家。但是呢，从加拿大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上，很多人也一直有一丝的隐忧，什么呢？那就是缺乏国家凝聚力。最简单的道理啊，如果发生战争，又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付出生命去保卫这个国家呢？我们不说这么极端的情况哈，哪怕是现在，绝大多数的移民始终不会把加拿大当做自己真正的家，他们心目中的根基和归宿还是自己的母国。最近的一次加拿大统计局的调查呀，最近20年当中的移民啊，有15%最终是选择了回流，也就是离开了加拿大。那么，比如说，设想在遇到母国利益与移民国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要怎么选择呢？没有人知道了。当然了，缺乏国家凝聚力，这也绝非是加拿大严重的社会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只是一些人心中的一丝隐忧。我相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加拿大本身经济、人口和文化的发展，也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国民个性，形成那些真正让国民认同、骄傲和维护的所谓的那些虚拟的东西。而且呀，加拿大这种多元文化的社会形态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说实话呢，谁都说不好。文化的马赛克呢，有其令人担忧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优点。没准未来呢，很多国家发展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也说不定。好了，以上呢就是我眼中加拿大的问题和弊端。就像我之前说到的，任何的社会和国家都不是完美的，加拿大呢也绝不是天堂，一样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只不过呢，这里真的是一个受上帝保守的地方。历史、自然、种族、文化和地缘政治的优势呢，让加拿大没有难以根除的社会顽疾。你比如说美国的那种种族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枪支问题、毒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你再比如说印度的种姓问题、宗教问题、官僚问题。比如说日本的这种资源匮乏问题、阶级固化问题，那么更加严重的，你比如说欧洲的地缘政治问题和种族冲突问题，那么这些国家的太多的问题其实是无解的。而加拿大的问题呢，在我看来，要么是发展阶段的问题，要么就是短期的一个治理问题。长期来看呢，我依然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信心。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